经历了8年的职场生涯，我从职场小白变成了我曾经崇拜的大佬，但是并没有变成我以前想象中的样子，更像是一个老油条吧。自认为技术依旧一般般，就是莫名多了点自信，也是虚长了几年的工作经验。在厌倦了爬职场 ladder 之后，我就特别喜欢看各种博主的环球旅居视频啊之类的，而且对大家分享的 FIRE 概念也是越来越感兴趣。内心里面另外一个美好的幻想就诞生了，我啥时候也能早一点退休呢？而且我非常相信，肯定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。那我们就一起来探讨看看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退休分别需要多少钱。然后我会先说理论基础，再说一说具体需要多少钱，然后最后再具体到每年要怎么提取。早退休以后呢，就代表着没有了常规的每个月的工资进账，那可不就是要吃老本了。那问题是有多少老本才够吃呀？那具体到每年或者是每个月要提多少钱出来呢？这里面就引出一个概念，叫做安全提取率。意思就是呢，退休以后每年从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取出一定比例的钱，同时又希望本金大概率不会提前的耗尽。注意这里说的是大概率，那其实想想也是很合理的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比如说是股票会涨还是会跌，然后通货膨胀会不会很高，会不会遇到经济危机之类的，然后自己是会活到80岁还是100岁呢？那知道了安全提取率，那这个提取率又该是几呢？然后接下来就引出了 FIRE 圈里非常著名的4%的退休理论。那么4%法则认为呢，只要退休时准备好约25倍的年支出，然后每年提取4%，并且投资剩余的资产，那退休金就会有较高的概率支撑约30年的退休生活。这个4%可不是随便捏的，其实是1994年美国财务规划师 William 发表的一项研究。William 呢，并没有像一个神棍一样尝试预测未来，而是收集了美国长期的历史数据，包含了股票、债券还有通货膨胀等等。然后他假设一个人刚刚退休，投资组合里面有股票和债券，那经典的配置是50%到75%的股票，然后其余是债券。那每年呢，就要从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取出一定的钱生活，然后希望资金能够至少支撑30年，而且只有第1年是按照固定的这个比率提款，然后之后的每一年还要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酌情的增加提款金额。然后接下来他又模拟了在历史上的不同年份退休，最后还剩下多少钱，其中包括了像1929年的大萧条前夕啊，然后1966年的高通胀时期的开始，还有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，1982年经济复苏的时候等等等等。然后 William 同时也测试了不同的提取率，最后发现呢，提取率达到5%甚至更高的时候，在一些非常糟糕的历史时刻，资金是会在30年内耗尽的。但是如果第1年提取约4%的话，然后之后通过通货膨胀调整，在历史上绝大时间退休，资金都能够至少支持30年。那说实话，我看完这些就纳闷了，那啥叫支撑30年？难道不是纯收益部分就能养活我30年？那我的本金应该还在吧？事实上不是的，是你所有的钱最后会不会花完，账户会不会归零，只要退休期间一直有钱花，就算是成功，根本不考虑说账户里最后还剩下多少钱。而且等一下，只管30年吗？那说好的早退休呢？那如果按照说我要活到95岁的话，那只有我在65岁退休才能放心的用这个数字来养老吗？带着这些疑问呢，就到了下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想50岁甚至是更早的时候退休呢，那就意味着退休时间也会变长。那退休时间越长呢，你就越容易遇到多轮的熊市，然后或者是长时间的高通胀等等，显然风险就更大嘛。那其实这个话题也是近10几年FIRE领域研究最多的话题之一，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是来自一个叫 Carsten 的人。这个 Carsten 以前是美联储经济学家，后来呢又创办了知名的博客叫做 Early Retirement Now， 并且发布了长达30多篇的关于安全提取
取率的文章。它主要研究的重点就是，如果40岁退休而不是65岁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并且它还加入了很多之前4%法则都没有考虑到的问题，比如说就是退休50到60年，然后退休初期就遇到熊市怎么办？还有当前的股市估值不同股票和债券的比例，然后还有是否希望留下遗产。通过研究呢，最后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对于50年到60年的退休规划，3.25%到3.5%的初始安全提取率，通常要比4%的更加稳健一些。然后就不同退休时间对应的建议提取率，可以简单的总结成下面这张表。总之就是呢，退休时间越长，安全提取率通常应该越低。那接下来说了这么多理论基础，能直接告诉我需要准备多少钱才能够安心退休吗？那公式就在这里了，就是需要准备的资产等于年支出除以你选取的安全提取率。举例说明的话，如果你一年要花10万美元，然后按照4%的提取率，你要准备250万美元；按照3.5%的提取率，你要准备286万；按照3.25%的提取率是308万；按照3%是333万。那具体到每一年应该怎么提取呢？注意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，就是其实每年的提取率不是一成不变的4%或者是3%。而且提取的基数也不是你当时的资产总数，而是你退休一开始时候拥有的本金。还是用提取率为4%举例的话，那假设你退休时候有250万，退休第一年的时候，你的提款金额是250乘以 0.04 等于10万。那到第二年的时候，如果通货膨胀是3%，那么你的提取金额已经不再是10万，而是10万乘以 1.03等于 10.3万。然后接下来到第三年，如果通货膨胀是5%的话，那么你的提款金额也不再是 10.3了，就变成了 10.3乘以 1.05等于 10.815万。通过上面的计算你也看出来了，就根本不是简单的重新按当年的余额乘以4%来计算，而是不管在这3年里面，你的总资产是上涨了还是下跌了，提取的基数永远都是刚开始的250万。而且这种提取方式呢，也是这么多个研究里面的一个基本假设条件。最后呢，虽然说以上的研究呢都貌似有了足够的数据支持，但是就多少钱能够退休呢，终究回答的还是一个概率问题。那如果退休第一年股市就跌了40%，是不是还要坚持每年固定的提取10万美元呢？那很多研究认为呢，更合理的做法其实是你牛市的时候可以多花一点，熊市的时候可以少花一点，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暂停一些可选的消费，比如说旅游啊，还有买车啊之类的。像这种动态的提款策略，往往更能够提高成功率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分享，我是龙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